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大时代下的情场职场，居然在一部古装剧里 get 到了。在男强女弱或女强男弱制霸古偶市场多年后，群众对双 A 恋爱的呼声愈加高涨。说真的，对方这么弱鸡，你究竟爱 TN 什么？莫非就是见色起意？女主获得甜甜的爱情，男主爱情事业双丰收，看似大团圆，实则缺少爱情里真正闪光的品质。自我意识觉醒的观众期待看到这样的恋爱，双方共有强大的精神力量，既有共同成长，也有灵魂沟通，在两两相望的深情中，不拘泥于两情相悦，更有对人生和世界的共鸣理解。很大程度上，正是抱着对强抢 CP 的期待，且是天下才在开播前就有那么高的热度。而在收官之际看其播放成绩，2022上半年古偶爆款也算当之无愧。更重要是其在日渐固化的古偶类型创作上做出了难得的突破。男主救女主，女主也可以救男主，电光火石有来有往的对话感，才让人觉得这部是案头一见钟情。女主强大并不会让男主黯然失色，反而会让亲密关系更加闪光可信。而在摆脱类型剧创作窠臼的同时，且是天下更通过多线叙事、真实群像带来新颖丰富的观看体验。古偶的局究竟如何破？还是应唐君曾提出的那个观点，以切实可感的社会环境、职业或者日常生活来填充古装剧的血肉细节，才能最大程度争取到观众共鸣。且是天下的成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。同是江湖齐名的黑风白皙，同是六州的公主和王子，同时得到太阴老人的蓝阴碧月，这样匹配的简历，就是在相亲 APP 也筛选不出来，却偏偏被两人撞上了。可见且是天下想告诉观众的真理，就是双强恋爱对象一定潜藏在你身边，因为你们在相似的能力对比中，才能完成强强联手、互相救赎的动态平衡。而想要双 A 恋爱，必须先把自己打造得更加优秀。且是天下中锋兰溪、杨洋式和白风夕、赵露思式的感情线，有着循序渐进的成长轨迹，展现了爱情从萌芽到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蜕变。起初，两人互相不知道对方隐藏身份时，颇有古装史密斯夫妇的既视感。白风夕一直叫风兰溪是黑狐狸，发现他是雍州二殿下后，才将疑惑尽解。若非出身钟鸣鼎食之家，那一身的贵公子气度，岂是江湖人士模仿得来的？风兰溪则一直以为西云和风夕是两个人，一度以为风夕吃了西云的醋。我自己让另一个自己吃醋，真是笑不活了。成就爱情需要诸多因素，并不是互相倾慕就行。兰溪曾经想逐鹿天下，却偏偏斩不断心中的那根情丝。风夕想要自由自在，这让他对兰溪的二殿下身份感到犹疑。价值观的分歧让他们的爱无法宣之于口，这是且是天下在浪漫主义之外的现实映射，对未来生活的规划不同，究竟能不能在一起？网友肯定劝分，但且是天下说其实可以再试试。于是我们看到了，在经历平定梁城、幽州招亲等事件后，两人才真正有了共同信念。风夕看到了兰溪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，愿意成为他奋斗道路上的伙伴。兰溪经历内力尽失的困境，也看清了自己的心意。幽州城外，兰溪握着风夕的手深情告白，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这份经历多番考验的爱，如同陈年烈酒般甘醇馥郁，更令人心绪久难平静。且是天下真正落实了双强，女性不再是被拯救的附属品，男儿也有脆弱时。在兰溪被暗算和失去武功时，是风夕在旁照拂，一碗汤面抚慰人心；而当风夕被冤枉杀害师父时，又是兰溪带他脱离险境。一句饮泉水泄在子，诸位让开，满是冲冠一怒的悲怆。这种互相救赎的关系，让每一次的英雄救美或美救英雄，都引得弹幕里一片土拨鼠尖叫。双强不是比拼实力高下，而是给了强者可以示弱的机会。当你疲惫时，那个人就在后背与你相偎。
且是天下里的事业线，是剧集的另一道风景。男女主大小号的切换，引发了年轻观众的精彩比喻。有一份体面事业，还有一个隐藏的自己钟爱的副业，这不妥妥的古代斜杠青年吗？让观众在黑风白皙的事业中关照自身，获得激励，是且试天下以古鉴今的现实烛照。看古代职场更香的地方，在于既有现实层面的激励意义，也有想象层面的爽感代偿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快意恩仇正邪分明，谁不想体验一把？男主风兰溪，大号雍州二殿下，父亲不疼后妈不爱，是韬光养晦的美强惨。他悄悄练功，把自己的江湖排名弄成了顶流。小号黑风溪，是饮泉水榭的主人，江湖大数据库的 boss， 天下事进入他构中。这么忙，文化课也没落下，大号小号都是名人，四大公子占了2席。女主白风溪，大号江湖女侠，行侠仗义，出了名的能打和爱管闲事。小号是青州公主西云，身在高位无心庙堂，弄得灰头土脸的时候，恐怕确实和风华绝代毫不沾边。稍加梳洗，薄施粉黛，就连风兰溪都会面红耳赤。且是天下这种人设的反差感，带给观众多维的观看体验，沉浸式的跟随男女主切换身份。当风常看到素来柔弱不能自理的二弟，居然在邻家玩蹴鞠，真的瞳孔地震了好吗？风夕换男装的时候，一首诗把青楼头牌迷得芳心暗许，这文学修养和江湖女侠对比鲜明。面对江湖之远与庙堂之高，且是天下也取得了其中的最大公约数。男女主对天下苍生的悲悯，对社稷民生的扶助，让剧集有了更宏大的价值内涵。早在2人闯入太阴老人阵法时，就已经预感仁义礼智信忠孝便是安定天下之策。在吏治腐败的梁城，黑风白皙携手除贪官、兴水利、米战士的系列举措，让梁城重回安宁，成为乱世中一方小小的庇护所。白风夕曾经片面地以为帮助百姓就是行侠仗义，而在梁城看到风兰溪作为后，他开始明白让天下归于一统，才是解救万民根本上的制度上的方法。2人齐心协力放下巨石为大坝封口，得到了百姓的拥戴。风兰溪与黄巢对弈时，曾有一番发人深省的议论：天下终究是百姓的天下。他表示，将来无论谁君临天下，只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百姓都不会受苦。虽然最后黄巢因风兰溪的弃权而获胜，但显然风兰溪在格局上更胜一筹。面对师傅对未来的担心，白风夕坚定地说：只要他一心爱我，治万民，平天下，开太平，我愿意。当他成为青州之主后，更是一力担当守护家国的重任。大时代下的爱情，儿女情长终因心系天下而变得更有力量。爱江湖者，观其快意；爱庙堂者，品其布局；系天下者，探其恢宏。且是天下在多线并行的叙事节奏中，还能保持观感的统一和谐，让人忍不住探究其叙事方法论。江湖、庙堂、天下这3股要素互相交织，互为因果，最终织就了一张古装群像画卷。且是天下的叙事模型是以点带面的网状结构，天下归属是点，庙堂和江湖是面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旋即令丢失，让天下人心浮动，局势动荡。6州的权力集团想要争天下，而江湖力量牵连其中，各派势力自有谋划。断刀门背后的穷穷巨虚，则作为神秘组织，给叙事增添悬疑张力。看似无关紧要的事件，背后都代表着2股乃至多股力量的斗法博弈。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的烧脑，让且是天下有别于一般的古偶叙事深度。有野望的冀州，在交还大东王朝令牌时，声称被劫举，表面上是意外，实则是撇清关系的深谋远虑。幽王为公主华纯然招亲，不是选择乘龙快婿，而是挑选逐鹿天下的同盟者。这为幽冀2州攻打青州埋下了伏笔。一部剧想要真的留存在观众长久记忆中，仅有主角塑造的真实还不够，必须要将其放在宏大的群像里才相得益彰。且是天下里有名有姓的角色几10个，均让人印象深刻，过目不忘。
有帝王心术的黄巢世子，有恋战权势的百里皇后，有洒脱不羁的凤栖梧，有重视手足的封常，隐士贤者太阴老人，美貌与机心并存的华纯然，忠心护主的少年钟离。各色人物之间复杂的情感羁绊，让观众唏嘘不已。明明更加倾心于白风夕，为了政治前途的黄巢世子，却甘愿与华纯然政治联姻。百里皇后被自卑与嫉妒所吞噬，最终在弄权的道路上作茧自缚。一生要强的风兰溪，终于在母亲的灵前释怀。看似精通帝王之道的鹰王，却曾和风兰溪有着无法逾越的亲情鸿沟，并遭遇了皇后和三子的背叛。百里氏虽是封常之母，却从未给到对方母爱的温暖，成为封常心中的隐痛。对风兰溪有爱慕之意的凤栖梧，潜藏心意，尽心辅佐，令人感到落落大方。生动的形象和鲜明的动机，极易让观众产生共鸣，正是且试天下拉近与观众情感距离的秘密武器。在角色的爱而不得、求而不得、失而复得的情绪转换中，剧集带给人的正向激励是润物细无声的。爱情、亲情、对家国的大爱，这些类型不同程度有别的情感被剧集融为一炉。讲爱情且试天下描摹了双强之美，画家国且试天下展现了时代浪潮中青年的理想与抉择。粉色泡泡之外跳动着赤子之心，且试天下里真有天下。